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早产当天，她的男秘书闹着要割腕，逼着老婆忍痛把我扔在高架上，命司机掉头救人。谁知等再回医院，血已经染红了他半个身子。医生对我说，到得太晚了，孩子已经没了。我心如刀绞，还想如何安慰老婆，却听见他在病房里笑说，孩子没了就没了，在我心里没有谁能比你重要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这段婚姻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保不住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端着鸡汤走进病房，门内传来男人的哽咽声。老婆笑道，孩子没了就没了，又不是你的，在我心里没有谁能比你重要。这一句像是在我本就鲜血淋漓的心上扎了一把刀。天知道，结婚5年，为了有个孩子，我和老婆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我气得发抖，一脚踹开了门。本靠在老婆怀里的年轻男人因惊吓从床边蹦起来，林哥，他眼神闪躲，不敢看我。是你害死我孩子的凶手，你还敢来？我怒火攻心，一拳砸在他脸上，男孩倒地，白皙的嘴角渗出血来，眼眶含泪地看向老婆，像是委屈至极。林文，你疯了，孩子掉了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老婆顾不上疼，跳下床扶起男孩，又像是被血色刺痛一般，冷嘲，你除了会推卸责任还会什么？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，成天围着我转，如果提早发现我有早产迹象，孩子怎么会掉？你个废物，再敢动手，信不信我立马报警？苏总，你消消气，别为了我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我想林哥是刚没了孩子才会失去理智的，我不怪他。男孩眼稍微红，苏婉婉心疼不已，将他护在身后与我对峙，竟连伤口崩开染红了裤子都没发现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的老婆好像变了。我不是任人欺负的脾气，但因为心疼老婆小产，只能暂时忍下来。滚！我冷脸赶人，不留情面。男孩没想到我态度这么强硬，拿眼扫了眼我老婆，直到老婆微微点头，他才退后2步，鞠躬，对不起，林哥，苏总，对不起。男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捂嘴跑了出去。老婆眼中的疼惜一闪而过，又朝我看来，似乎意识到刚才说话太过分，声音才软了下来，扯了扯我的胳膊，行了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跟他置什么气？再说他是代表公司来看我的，你跟他发脾气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我孩子都没了，还在乎别人怎么看？我把老婆扶回病床，想起这事，眼泪又忍不住打转。如果当初你听我的，别去管他，现在孩子还好好的。老婆听完打断我，这大概就是天意，可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，我依然会先去救人。阿文，做人不能那么自私。我自私？我真的快被气炸了，将饭盒重重摔在餐桌上。你清高，你伟大，你拿着我们孩子的命去救人，可为什么啊，苏婉婉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们的孩子还比不上一个陌生人？小龙不一样，他有抑郁症，你知道我弟弟就是抑郁症死的，这一直都是我心里最大的遗憾。所以小龙说要割腕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了我弟弟。老婆眼泪从眼眶一颗颗砸下来，我顿时心疼不已，任心里有再多火气，此刻也全消了。我紧紧抱他入怀，轻声哄着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你把他当成弟弟。老婆听完哭得更大声了，她死死攥着我的衣领，
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找他麻烦了？这件事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我闭上眼，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才道：好。老婆是苏氏千金，结婚前我就知道家世配不上她，但她对我死缠烂打，还信誓旦旦向我保证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。我动心了，谁知婚后她才告诉我，她有卵巢早衰的毛病，我们很难有孩子。为了维护老婆的面子，我一直对外说是我的问题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却流产了，岳父气得半死，徒手砸了家里的屏风，堵着我们问原因。老婆只说因为早产去医院迟了，对救人的事却不敢提一句。吃完饭，当着老婆的面，苏父叫走了我。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老婆只怯怯看了我一眼，很快低下了头。我捂着脸回到房间，老婆赶紧放下手机，看着我半张血红的脸，这才有些怕了。对不起，老公，虽然我救人没错，但我不知道你会被打得这么惨。你如果觉得救人没错，刚才为什么不敢对爸妈说实话？我盯着他问你什么态度？你这是在质问我吗？林文，我可是为你10月怀胎过的，你只是被打了几巴掌而已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再说，爸打你求饶一下会死吗？没本事还要硬撑着，你装可怜给谁看啊你？滴，老婆骂声刚落，她的手机屏幕上忽然跳出一条信息：小龙，我好想你。老婆看完，刚才还咄咄逼人的样子一下子慌了，手忙脚乱地将手机藏在身后，空气一下子沉寂下来。我闭眼握拳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，等冷静下来，才把老婆膝盖上的被子拉起来，盖住她的肚子。坐小月子更要注意不要受凉，手机少看，对眼睛不好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我转身走出房间，就像没有看到身后那道鄙夷的目光。也许他在嘲笑我，就算我怀疑那个男孩跟他的关系不正常，也不敢多问一句。但不是这样的，苏婉婉，因为我爱你，我们做了5年的夫妻，你曾为我10月怀胎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你。求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自从孩子没了，我整日以泪洗面，但老婆跟没事人一样，只休息了10天就上班了。为了养好她的身体，我在家专心研究营养菜谱，打包好便当后，再贴上我老婆专属的爱心贴纸。无论刮风下雨，我都会准时把饭菜送到她的办公室。我以为只要我掏心掏肺对老婆好，顺从她，哄她开心，她就能看到我的真心，却没想到本该吃进我老婆嘴里的那一餐餐热饭，几天后却出现在她秘书庞小龙的朋友圈里。大概是看我送饭辛苦，同事小王偷偷给我发了一张庞小龙坐在总经理办公室吃饭的照片。男孩满脸幸福，嘴角噙着笑意，想来是饭菜很合口味，又免费得到某人的馈赠。截图里还有他发的朋友圈。苏总说，小奶狗要吃饭香香长得壮壮，才会有美女姐姐喜欢哦。好的，遵命。我心中最美的苏总大人，以及一张扔在垃圾桶里的爱心贴纸。那一刻，我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。虽然难以启齿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我被他的朋友圈刺激得快要失去了分寸，就像是自己最爱的窗帘上被拍上一堆蚊子血，让我有种想要将窗帘撕破、摧毁、搅碎的冲动。我咬紧牙关，压抑着怒火，告诉自己一定要相信老婆。我掏出手机，准备跟他问清楚。此时电话突然响了，显示是医院。接通电话后，
我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般僵在原地，脑海里只反反复复回想着一句话：林先生，根据您的 DNA 检测报告显示，你与被检测的孩子并非亲子关系。砰！电话砸在地上，我大脑嗡的一片空白。孩子流产，我曾私下拜托医生剪取了胎毛，以示缅怀。自那天看到庞小龙的短信，我心里便种了一颗怀疑的种子，背着老婆向医院提交了亲子鉴定申请。一开始只为了打消顾虑，可没想到苏婉婉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她早就背着我出轨了。什么抑郁症，什么弟弟，都是借口。原来我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大傻逼。想到自她怀孕到流产后，我所有的惊喜、担心、愤恨和自责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笑话一样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想跟老婆有个孩子而已。怒火像是巨手一般，快要将我撕碎了。我甚至想不管不顾，立即冲进苏婉婉的公司，把那2个畜生踩在脚底下摩擦，再狠狠甩苏婉婉2巴掌。但仅剩的理智告诉我，这跟我遭受的背叛比起来还远远不够。于是我火速给和平饭店打了个电话，经理的语气中是抑制不住的喜悦。好的，林总，你放心，就算今天把大上海的海参鲍鱼都搬空了，我也保证给您全都配齐。2小时后，苏氏集团所有的员工，包括老板，都收到来自我的盛情邀请，价值千万的霸王海鲜宴。但凡在苏氏入职的员工，明晚都可以免费在和平饭店一起享用盛宴。费用贵是贵了点，但除了庞小龙没邀请之外，也算一碗水端平。经理办事圆滑，给员工发送的邀请函上写着：苏总老公说了，员工吃好了才有力气给他老婆干活，遵命。我心中最霸气的总裁老公。办公室里，员工们都乐翻了，3、5成群指着手机上的邀请函，开始八卦起来。不是说苏总老公是软饭男吗？没想到对苏总这么好，好有爱啊，羡慕死苏总了。到底头朝哪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老公？不出半小时，苏总老公高大帅气，拥有超能力的牛皮出现在公司的每个角落，各大八卦天团议论纷纷。但唯独庞小龙耷拉着个臭脸，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他眼眶泛红，用力摔开门，朝总裁办公室跑去。那晚，苏婉婉带庞小龙回到别墅，我恭候已久，男孩怯懦地藏在他身后。婉婉叹了口气，我让小龙来是给你道歉。今天中午我开会没空吃饭，所以就把便当给他了，仅此而已。你为什么带着全公司的人孤立他？我冷哼一声，低头饮酒。庞小龙走上前，眼眶红肿，对不起林哥，我年纪小不懂事，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，原谅你。我放下酒杯，冷笑，你做的太多，我都不知该原谅哪一件，要不你自己坦白。男孩听了，害怕的低下头，战战兢兢，完全没了朋友圈里阳光潇洒的样子。婉婉心疼地看他一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龙年纪小，还有抑郁症，你别吓着他。对了，作为补偿，我还升了小龙做总裁高助。你不是定下了和平饭店的海鲜宴，那当他的升职宴吧。我破天荒的没有反对，男孩还以为我是惧怕苏婉婉，眼里又闪耀着2分欣喜，屁颠颠的走了。其实他不知，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。待人走后，婉婉才浅笑，搂住我的腰身。他只是个小孩子，发朋友圈只为了好玩。
你看你把他欺负得哭了一下午。他摇了摇我的胳膊，我把他当弟弟，仅此而已，别生气了，不然我今晚任你处置好不好？他踮起脚尖要吻我，却被我一把推了出去。苏婉婉大怒：林文，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皱了皱眉，你身上有我最讨厌的古龙香水味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又很快镇定。公司那么多人，蹭上一点不稀奇吧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整天围着锅碗瓢盆转，没出息！警告你，再敢欺负小龙，信不信我让你卷铺盖滚出去？我恶狠狠地看向他。当初结婚时，要不是他拿生病拼命哀求我辞掉高管的工作照顾他，如今我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无业游民？就因为他是总裁，要维护他的体面，所以我一次次的迁就他。没想到今天，他为了呵护别的男人，却拿我的软肋来戳我的脊梁骨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胸腔里有东西在一点点变硬、碎裂，但为了让后续计划顺利进行，我依然点头说：知道了。那晚，苏婉婉跟我分居，我一夜未眠。趁他睡着后，我去书房打开他的电脑，如我所料，密码是庞小龙的生日，背景是他俩的情侣照。不仅如此，两人的聊天记录里还充斥着大量的照片，尺度大的简直让我想自插双眼。除了出轨，他还每个月给庞小龙汇100万，坚持了3年。而我跟他结婚5年，至今连一张合照都没有。我就像个傻子一般，活在苏婉婉精心编织的谎言中。备份完证据，合上电脑，我跌跌撞撞跑下楼，看到亲手布置的儿童房，我捂着嘴，哭得浑身颤抖。第二天，苏婉婉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办3天后的法国签证。3天，告别3年，足够了。到了饭店，苏婉婉疑惑问我：你要出国？没有，护照丢了，换本新的。他点头，钻进我怀里。我们也好久没出国玩了，等这段时间忙过了，我陪你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要是没记错，7个月前，也就是苏婉婉怀孕的那天，他跟我一夜风流后借口出差，实际上却是带庞小龙在新加坡度蜜月。贱人，我抽出胳膊，他自讨没趣，转身应酬去了。宴会接近中段，苏婉婉挽着庞小龙的胳膊登上了高台，隆重宣布庞小龙荣升高筑的消息。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掌声之下，我听到中间夹杂着嬉笑。庞大总管又升官了，果然做鸡鸭比当牛马强。可不是，庞大总管自从便当事件后，微信都把我们屏蔽了。你说他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说话点到为止，但我现在没有心情纠结他们的好心提醒。那时我正在争分夺秒请金融机构帮我做财产清算，为下一步离婚做准备。这是一件复杂而庞大的工作，因为苏婉婉之所以能打败2个哥哥做到总裁的位置上，背后出谋划策的人是我。我对他名下的资产了如指掌，还有我们共同持股的股票、基金、房产、轮船等不计其数，甚至有些国外的资产。这些东西处理起来比较费时。正当我处理房产的时候，庞小龙忽然上楼了，看到我，轻蔑的笑：哟，林哥又在买别墅了，果真跟姐姐说的一样，吃软饭吃上瘾了。带刺的话一点也不藏着掖着。他不演了。我收起手机，一把攥住他的衣领，收起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庞小龙皱眉：你什么意思？我甩开他，
想走，却又被他拦下。他嘴角含笑：“林哥，难道你还没想起我？其实很久之前，我是你的下属。”我愣住，那时我刚毕业，因为弄错了数据，你就当众给我难堪。当时我缩在角落里，暗暗发誓，终有一天我会爬上你的位置，将你踩在脚下。只可惜没过2个月，你居然辞职回家伺候老婆去了。他满脸嘲讽：“到底是我高看了你，你这种人恃才傲物，自命清高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和我一样，喜欢不劳而获，靠富婆包养着。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在于，你有个好命，能娶到苏总，做他的正宫。”我毫不留情地甩了他一巴掌。男孩捂着脸，眼底的愤怒机遇失控：“你居然敢动手打我！你知不知道苏总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你这个脾气差、没工作、只会围着厨房转的老男人，你以为苏总还会要你？”啪！我又扇了他一巴掌，拍了拍生疼的手道：“首先，我再老也比你们苏总小3岁。其次，数据是金融公司的命脉，别说你刚毕业，就算是干了10年的老职员，弄错了数据都会被辞退。如果我真的当众批评过你，那已经够给你面子。最后，这2巴掌，我早就想扇你了，蠢货！”我抬腿要走，谁知男孩嘴边勾起一抹冷笑，竟纵身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凄厉的惨叫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苏婉婉第一个冲上来，将人抱在怀里，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怨毒：“林文，你答应过我不惹事的，为什么还要推他？”我表情冷漠地看着躺在地上演戏的庞小龙，声音没有半分感情：“苏婉婉，别演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看着苏婉婉惊愕的眼神，我推开众人，抬腿离开。1个小时后，我的手机像是被轰炸一般就没消停过。苏婉婉打不通电话，就给我发短信：“阿文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，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你知道小龙有抑郁症，他现在身边离不开人，他就跟我亲弟弟一样，我们真的没什么。”我无语地扯了扯唇，随手传了张他俩的床照过去。“你会跟你亲弟弟上床？还有，别扯什么抑郁症，有抑郁症的人只会伤害自己，而不是像他一样当小三，插足别人感情。”发完信息，我的手机很久都没再响过。也是，这份深情他装了3年，如今一下被我戳穿面具，也该是时候结束了。我把离婚协议寄到公司，下午就收到了苏父的电话：“晚上回家吃饭，司机会去接你。”想必那晚宴会的视频在网上疯传，苏氏股票大跌，苏父已经气急了。晚上司机接完苏婉婉，再去别墅接我。等我上车的时候，看见后座坐着白婉婉和庞小龙2个人，他们居然给我留了个副驾驶的位置。庞小龙眼神中带着抹得意，我都快要被自己的境遇气笑了，只能拉开门坐了上去。庞小龙咬了咬唇，还装着替苏婉婉解释：“林哥，你别信那些流言蜚语，你也知道现在很多照片视频都可以 P 的。苏总和我是清白的，今天董事长说想看看苏总，所以我替他买了些营养品，一起去拜访董事长。”我插上耳机，闭目养神，只当没听见。庞小龙自讨没趣，这才闭上了嘴。到了苏府，看见庞小龙，苏母有些诧异，但看到苏父一脸的晦气，也不敢上前询问。庞小龙性子活跃，是自来熟，上前大放地上礼物，介绍自己。不消一会儿，就把苏母哄得哈哈笑。就讨人欢心这点来说，我承认
我是比不上这个死绿茶。到了餐桌上，随着我们落座，整个气氛都诡异的怪异起来。平日里，苏父坐在主位，苏母居左，我和苏婉婉居右。但今日，我与苏母坐在一起，苏婉婉和庞小龙坐在对面。苏母不是傻子，频频拿眼睛瞥我。苏婉婉一言不发，我也沉默不语，直到苏父将离婚协议书扔在桌面上，怒气冲天地问：“谁来解释解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苏母一把拿过协议书，吓得呆住：“你们要离婚？”苏婉婉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苏婉婉委屈不已：“你问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要离婚。”“什么？”苏母转向我：“林文，是你要离婚？当年要不是婉婉非要嫁给你，就凭你家的那点家业，怎么能攀上我们苏家？这些年，婉婉不计较你不孕的毛病就算了，她到底哪点对不起你了？”苏母把饭桌拍得砰砰响，从一上车就装模作样的庞小龙，此刻也看戏般的向我挑了挑眉，像是见到我被人奚落，很开心似的。我随即优雅地擦了擦嘴：“妈，我的孩子没死。”苏母眼前一亮：“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医院搞错了，婉婉的孩子还活着？”与此同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看向我，特别是庞小龙，那双犀利的眸子里涌动的都是恶意。苏婉婉愣了片刻，讽道：“林文，你疯了吧？当时流产手术是我亲自签的，孩子怎么可能还活着？”庞小龙跟着小声说：“该不会是林哥在外搞带了别人的肚子？”“不，我是瞎猜的。”苏母听完，脸色更差了。“没有错，我特地去找了当时你生产的医院查的，我的孩子没有死，可你们的孩子却死了。我把你们二字咬得极重。”所有人都还绕得云里雾里时，苏婉婉忽然腾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两只眼睛里充满了恐惧。“不可能，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？那晚明明做了错事，可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，因为太过震惊，口不择言，一不小心就自曝了丑事。”苏父的脸完全黑沉下来，一掌拍在桌上怒骂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看你干的好事！”苏母跌坐在座椅上，庞小龙脸上的幸灾乐祸的表情也完全消失，彻底被迷茫填满。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我笑得越发得意。苏婉婉以为自己上当了，气得眼睛发红，还试图狡辩：“爸，林文在骗人，你也知道他有毛病的。”我严重怀疑是他自卑，他自己的播的种都不敢承认，还要怀疑到我头上。苏婉婉，你还要撒谎！我起身，直接把检测报告单甩在他脸上。这是5年前你的检测报告，我牺牲自己的名声为你隐瞒了5年，到头来换来的就是你的背叛吗？苏母抢先一步拿到检测报告，惊呼：“原来婉婉是你！这几年你把责任都推在林文头上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”苏婉婉疯了般抢走报告，4个粉碎，恶狠狠地叫嚣：“对，是我有毛病，那又怎么样？但那个孩子是你的，是你的。如果不是你的孩子，我不会。你不会掉头去找庞小龙是吗？”时隔几个月，听到他亲口说出来，我的心仍旧像是刀割一般。就因为是我的孩子，他就该死；就因为是我的孩子，就不该得到母亲的怜惜吗？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。庞小龙也站起身，扶着苏婉婉道：“林哥，苏总上次流产已经元气大伤，身体一直都不好，你整天跟他胡闹，惹他生气就算了，现在还在他爸妈面前这么冤枉他，
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哈哈，良心，真不敢相信这么高贵的字眼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。擦干眼泪，我再次掏出了 DNA 鉴定书，拍在桌子上。那真是让你失望了，这可不是冤枉。4月3号，苏婉婉跟你飞往新加坡共度良宵，她一天跟2个人发生关系后，怀上了你的孩子，这大概就是天意，惊喜吧？如果不是你捣乱，你就可以趁孩子落地直接逼宫了。只可惜你搞砸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笑得越大声，庞小龙的脸色就越冷。苏父也傻了眼，今日他本是想要我低头道歉的，哪成想我居然带着完备的检测报告来打他全家的脸。尽管这样，他还将苏婉婉护在身后。林文，就算是婉婉一时贪玩，但这些年你吃他的喝他的，他那么包容你，难道你就不能包容下他吗？你早知道这件事，作为他的老公，你应该把这件事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，而不是闹得沸沸扬扬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，难道你就没错吗？就是伯父伯母，我看他就是纯粹想要让苏总身败名裂。庞小龙迫不及待地火上浇油，那3个人齐刷刷看向我，眼神里都淬着毒，仿佛做错事的人不是他，是我。但经历过背叛后，没有什么事情再能打倒我。我站起身，抬头挺胸地对回去，如果我想报复苏家，那现在这些报告单不会出现在这里，而是在各大网站热搜上。反而你，庞小龙，来时路上，你特意坐在苏婉婉的身边，让总裁老公坐在副驾驶上，你如此明目张胆，为了什么？庞小龙一下子慌了，我没有，你没有。如果没猜错，狗仔的新一轮蹲拍爆料现在已经冲上了热搜。上一次宴会被爆料的视频也是你卖给媒体的吧？我毫不留情地拆穿庞小龙的小伎俩。苏婉婉像是被点醒一般，打开手机热搜，整个人愣在当场。2秒后，抬手狠狠甩了庞小龙一巴掌。苏氏的股票一路在下跌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敢出卖我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苏总，你相信我。庞小龙惊慌跪下，可苏婉婉并不蠢笨，这件事的最大获利者是庞小龙。苏婉婉是喜欢他没错，但庞小龙千不该万不该牺牲他的事业去谋求正宫之位。如今他意识到庞小龙有心机，立马转变态度，红着眼抓着我的衣袖哀求：是我错了，林文，公司的名誉不能受损，你原谅我一次，帮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一下好不好？我只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蛊惑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就看在我们8年的感情的份上，不要跟我离婚。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，我反唇相讥：8年感情，你跟他上床的时候，高速上明知会牺牲孩子还要转头的时候，每日每夜我为你做饭煲汤，你却在跟他谋划在哪开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有8年的感情？我的怒吼刺痛了苏婉婉的心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补偿。我一把推开他，我早就给过你机会了，苏婉婉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放弃我拥有的一切，在家照顾你。我曾给过你很多次机会让你坦白，可是你玩我就像玩傻子一样，你让他进入我们的生活，践踏我的底线，你把我的心踩在脚底下，让我一次次怀疑、痛恨，甚至想捅死我自己。你知不知道，明明我那么爱你？我晃着他的肩膀，流着泪，回想过往种种。没想到曾经被别人羡慕的初恋夫妻，进入婚姻后也是如此不堪一击。苏婉婉的身形颤抖，哭到哽咽：对不起，林文，
是我错了。最初我真的只把小龙当作弟弟，后来他一直勾引我，我忍不住诱惑，才铸下大错。我存着侥幸的心思，不敢告诉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听着他痛哭流涕的忏悔，我内心毫不波澜。也许他真的迷途知返，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那个满腔爱意的男人早已死在冰冷的长夜里，而如今的我已经不想把那颗残破心再交给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可能伤害我的人。苏婉婉，咱们离婚吧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出苏宅。苏婉婉不同意离婚，她疯了般开着180迈的法拉利追我到家，却只在卧室里找到一份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。别墅里我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，就像我这个人从未在这里出现过一样。他这才明白我离婚的决心。我走了，他在去往机场的高速上哭着给我发短信，才发现自己被删除了。想起过去8年来我们之间动情的情话和我的每一次关心，他的眼泪不受控制地砸落在方向盘上，越擦越多。公司同事着急地给他打电话，说庞小龙爬上了公司顶楼，要跳楼。他这次没有掉头，而是像没听到一般，直接下达命令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给我找到林文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时我已经坐飞机到了法国。斯特拉斯堡是我跟苏婉婉最初定情的地方，我们在情人桥上所下的爱情之所，历经8年的风吹雨淋，依然还在，可我们的爱情却消失了。多么讽刺！我用钳子剪断那只锁时，身后有一对年轻的中国情侣正双手交叠，在情人桥上锁上他们的永恒的爱意。我忍不住拿手机拍了一张，多好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幸福。处理完事情，下桥时，我接到金融公司的电话，林总，苏氏丑闻爆出后，股票一路下跌，相关的供应商目前跟苏氏停止了合作，苏氏工厂已经停摆，信誉严重受损。根据您的指示，我们已经收购了市场上所有抛售的股票，请问收购计划还要继续吗？继续。电话挂断，另一个国内陌生号码打来，我点了接听。林文，求求你回来吧，没有你，公司的事已经乱成了一团糟。爸爸发火要哥哥取代我总裁的位置，你知道我为爬上这个位置做了多少努力？你回来帮帮我，帮帮我。电话里，苏婉婉精神崩溃，几乎抓狂。他大概打死也想不到，自己只是出个轨而已，怎么会把自己的事业给玩丢了？一时间，他成了众矢之的。如果在以前，不等他开口，我就会丢掉一切，奋不顾身的去帮他。可是现在，听着他在话筒那边哭着求我，我只会在心中冷笑。这才到哪啊，苏婉婉，对你惩罚才刚刚开始。苏氏兄妹内斗只会加速了苏氏的崩塌瓦解。等我再回国时，法院已经宣判我和苏婉婉离婚，且是强制执行。那天我走进苏氏曾经辉煌气派的大楼，到处都透着一股衰败之气，员工都走完了，只剩总裁办公室还传来争吵声。心理医生说，你根本就没有抑郁症，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混蛋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接着有人摔倒在地，传来凄厉的喊叫声，死贱人，我骗你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自己没爽过吗？你出轨难道是我逼你的？林文跟舔狗一样伺候了你8年，你吃到手还不一样甩了？你自己淫荡犯贱，还怪到别人头上。林文都看出来我不是抑郁症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
上次你弄掉了我的孩子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他妈还敢跟我动手！啪啪，2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女人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信了你这个畜生！直到我推开门，里面的闹剧才暂停。看到我，庞小龙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从苏婉婉身上爬起。苏婉婉狼狈得像个疯子，看到我就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般冲过来，却被保镖拦住。庞小龙冷笑：装什么装？不就是看到前妻破产，过来幸灾乐祸？苏婉婉听完，脸色也变得难看。林文，我们苏氏虽然倒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都比你一个软饭男强。你有什么脸来笑话我？你给我滚！我轻吃。甄怀疑接二连三的打击后，苏婉婉的脑子坏掉了。身后的经理人上前出示收购单：苏总你好，你们苏氏破产已经被林氏收购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苏氏名下的所有产业都属于林总，请你们速速离开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转身向他，西服上 CEO 的胸牌灼灼发光。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只是不工作，不代表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常青藤金融系毕业。我说过，要帮你建立一个只属于你的商业帝国。只可惜现在，这个帝国属于我了。苏婉婉，被人背叛的滋味怎么样？他听完，身体剧烈晃动2下，彻底瘫倒在地上。庞小龙像是不信似的，来来回回把法院单据看了好几遍，忽然抬起拳头砸向我。只可惜，保镖快人一步，一拳砸在他的脸上，他急速后退几步，白皙的脸瞬间肿得老高。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原来是你一直在背后算计苏氏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？离婚就能把我受的伤害一笔勾销吗？我扯着他的衣领怒吼：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倒是忘了告诉你，因为林氏的关系，你庞小龙这辈子都会被全行业封杀。庞小龙听完，脸瞬间失去血色。接下来，你就好好体验属于你该得的报应吧。我松开他，帮他理了理褶皱的衣领后，含笑转身。庞小龙僵直地跪在地上，盯着我的背影，愣了几秒，而后放声痛哭：林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是我狗眼不识泰山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才24岁啊，林总，没有工作我这辈子都完了，求你了，不要封杀我。林总，林氏收购苏氏，上市后，我逐渐忙了起来。后来听说庞小龙与苏婉婉闹翻后，苏婉婉以发布隐私、欺诈等罪名将他告上了法院。庞小龙因为介入上司婚姻，给民众造成不良影响，数罪并罚后，锒铛入狱。当初那个野心勃勃、想一步登天的男人，最终为自己的贪婪和算计付出了代价。苏婉婉也没好到哪去，因为出轨，家庭破裂，还导致了苏氏的灭亡。苏父气死在医院，苏母中风半身不遂。他的哥哥认为都是他的错，抢走了财产后，把一个年迈的老母亲扔给他，就一走了之了。他现在没有工作，还要照顾病人，已经被生活摧残的完全没了人样。他后来尝试着打电话给我借钱，我选择了回避与拒绝。有些信任一旦坍塌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何况我已经彻底摆脱了那段令人窒息的过去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